我真的好想买房子系列通膨正在吃掉你的头期款，等越久越难买。先说结论在等到房价最低点之前，你的头期款就已经输给通膨了。越等下去只会越来越买不起而已。除非政府又推出一个什么新青安 3.0、新青安 Plus 啦、安诺都安诺啦直接让你贷90%全贷。可是你日后缴款这个高涨的房价你也是很痛苦。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住宅开工量腰斩很严重吗？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通膨正在吃掉你的头期款这次来聊一个 Dcard 的贴文，标题我念一下：听完我爸讲当年物价，隔天直接捏下去毕业了内容是这样，就是这位网友他本来是很始终的等等派等跌派、大跌派，反正就是觉得说房价怎么可能，房价是一定会跌的，未来必然等到胜利等党的胜利。可是回家吃饭就直接让他被打醒。他听到什么来，你看我划线的地方，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把它念一下。你们整天喊等跌，根本不懂通膨多可怕。以前巷口牛肉面才50块，现在一碗快200。当年我们家买这个公寓才300，现在旁边新建案开1500万，钱放银行就是等着变薄。你以为你在等房价跌，可是你就是现金一直被吃掉你看我之前就讲过啊，你可以不相信房价会涨，但是你一定要相信通膨这件事情你看早餐店加蛋从不用钱一颗5块变到10块，到现在15块，才多久时间？这就是通膨啊。那现在又是各种物价齐涨，接下来就是要看政府的平抑物价的手段。因为中东战争我才去小北嘞，我想买个垃圾袋我都是空的，然后只剩下那个超贵，不然就是尺寸不合的垃圾袋。现在万物齐涨，之后预售案只会越开越高价。为什么？因为没得选啊，你又缺工，你又缺料，你又战争，你又碳税，你又油价高涨，你又安诺都安诺，你又一定要用有牌的外劳逃逸外劳不能用，这些东西加起来都合法都正义啦，没错。可是就是反映在成本上它只能涨价，你知道吗？然后预售开高价就会显得什么？就会显得旁边的中古好像便宜很多，然后买中古的人就会变多，把中古买到就是说中古也这个价了，那应该是要看预售才对然后预售又持续创高价，创出一个幅度，中古又回来了。我说什么现在新房子贵成这样。我举个例子像高雄这里现在不是有个新案要开吗是国阳农16，真的它的那个图面到现在还没出来，很新的东西。国阳农16，我不知道你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它出来了没有。那就奥兹底森林公园那边叫国阳博玉金白铂铂金的铂，玉是御驾亲征的玉。国阳博玉说要挑战72万，旁边国城岸的中古屋现在还在42、43呢。你说我靠，这个一坪已经价差30万了，那你认为是买72的会变成82这点容易，还是说买43的会变成53这点容易？我现在没有在点名哪个社区而是说我就给你看说中古屋为什么会涨价因为它旁边的新案就这样拉上去中古就变贵了。中古一旦变贵以后，下一个遭殃的是谁？租客啊，租客啊，你以为嘞？租客啊，因为房东的取得成本变高嘛，所以他就要怎样把这个成本给他转嫁过去。所以这个新房东他开的租金就不会低，你知道，那房租一涨，租客能存下来的钱又更少了。当然我知道现在有一个什么租金补贴可是你自己看看租金补贴造成了一个什么现象？政府的本意是很好的就是我要照顾这些广大的租客，然后我顺便可以勾稽出没缴税的房东。好，可是发生什么事情？租金大涨啊！我靠，你不补都还好，你一补下去租金大涨，大涨以后你再来补，这不是很？这是因为现在这个没有一个特定对象，你知道，就是全国的房东，不然这就是图利的行为了呢。你拿国家纳税人的300亿，然后你去让房租涨，涨完你再来补贴它，不是很奇怪吗？一旦房租变贵，租客是不是存头期款的速度就会变得更慢？再来你要知道，等等党的最大诅咒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会喊太贵太贵太贵喊10几年的人其实他那个5年前也是这样喊10年前也是这样喊甚至20年前就在喊真的你可以去考古那个2014、2015、2016的文章，你看那时候大家在喊房价什么，从来没有说过便宜都是说房价很贵。甚至我们再给他回到什么1980年代，还有无壳蜗牛运动嘞，夜宿以前叫介寿路夜宿那个凯达格兰大道，
就这样嘞。所以高房价这不是最近才有的事情，这已经20-30年了哦。那甚至再往回看，你以为历朝历代房价很低哦？历朝历代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宋朝的房价哦，宋朝这个天子脚下的房价，这都考古的出来。很多做大官的哦，或我们国小读书的大诗人，他自己都是买不起的。所以高房价是必然的事情，我们也对抗不了嘛，那就看看怎么样想办法上车啊！政府也不是没给你梯子啊，他现在又没有要压迫所有的人民。你看他给首购新青安，贷款8成我们以前买房子是7成嘛，预设就是7成，你买房子就是头期款要有3成，他直接给你8成，你头期款2成就好，然后宽5然后可以贷40年，这种条件叫以前想都不敢想，现在就是内建的基本配备。当然啦，这个新青安 2.0 宽限期5年要变成3年，我要表达的是政府不是没有放给你梯子同一个人当年嫌300万太贵现在嫌1500万太贵，他改变了什么？他什么都没办法改变啊，再改变的就是房价就是数字啊，这就是锚定效应的心理现象你的脑袋真的会被你第一次看到的价格锁死在那边。例如说你去看信义区的房子，当时一坪是80万，你就觉得说我靠怎么可能，一坪要一个上班族的年薪，怎么可能？信义区那么鸟蛋地方，5年后变120，你看了这个数字会想什么？然后再来新案直接给你开过200，这什么东西疯了吗？怎么还有人买？实价登录都有人登，就是这样。偏偏是什么？你看过那个80万的信义区，80万你没买嘛？现在120你怎么买下去？这个就是我以前影片也拍过，叫长辈煞。反正年轻人要买房子长辈就跟着去看，他就会说这边很贵，这边不好或怎么样的。为什么？他不是真的要打击你，因为他看过那个地方年轻的样子，年轻时的房价你知道，然后现在这个价格，像我有一个亲戚年轻的时候还是买新房子一坪买20万然后现在他旁边的新案就走路5分钟就可以到捷运站的那个新案现在单坪破100全栋最低实价登录预售案最低破100最高到123.2，知道就知道我在讲哪个案子你叫他怎么去，他就当初买20的旁边的中古的，你叫他怎么去吞那个123，怎么可能？他吞不下去了，他就说没就给好，所以会怎样？继续等。如果年轻人被影响的话，继续等，等一等就变成信义区变160，你看都不看了，你知道？因为你心里的合理价格就是停留在一坪信义区就80万，一旦你决定要买下这间一坪160万的信义区那代表什么？就代表你要做一个现成的盘子，你知道？这我要抖了，别人洗脸就算了，自己怎么去洗自己的脸那就代表说认输，浪费10年所以等等党都会一直等下去就是这样。但凡他犹豫一下，他都对不起这10年来的等等，你知道？最后你要知道，再等等是最贵的一句话然后我们来讲说等等党的盲点。我现在没有要批判他，我只是在分析说，就有一群人叫等等党这样。等等党的盲点就是他们以为等这件事情是没有成本错等的成本非常之高，这叫机会成本。机会成本我印象很深刻，在国中吧国中就有在那边算机会成本了，还是公民课，我想这是什么东西，学个公民好像弄个数学的东西，以前我错了跟什么一样，现在我看得很清楚了，就机会成本。我帮你算一下假设你现在35岁，你手上有200万的头期款，那你认为房价太贵，决定等一下再去买，一等是等了5年，5年后你40岁，这5年你想说我就等而已啊，可是实际上付出什么？第一，购买力改变了购买力已经被浪费掉了200万放在银行通膨 2% 计算，5年后购买力剩下181万，凭空蒸发19万，你整个年终奖金有没有19万然后第二，多缴的房租，就你这5年缴的房租，假设一个月是1万5年60万，这60万是纯怎样消费掉了就消费掉了，它不会有 reward， 不会有回报的。好，第三，更限缩的贷款条件。我就问你你认为是银行看35岁有200万的人贷款人条件比较好，还是40岁有200万的贷款人？这一定是越年轻越好，贷款这种事所以痴心等待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是一大堆就隐形损失啊。我再说一个令你扎心的问题如果可以回到10年前，你会很慎重的叫10年前的自己说你赶快买房子，还是说我跟你讲你等就对了反正10年后我也还在等然后房价都已经2倍了我告诉你你要坚持啊，你要继续等下去。对啊，这想一想就知道了我的经验是买房这件事观望的人他有100个理由跟你讲要观望然后真正上车的人10年后回头看都会感谢说
还好当初我捏下去，都是这样。我在八卦，我再讲一个那个案例。讲完了，整理一下。今天我从一篇迪卡的贴文切入聊了为什么很多人原本是等等党最后却被现实打脸。那讨论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通膨怎么样在你没感觉的情况之下，一点一滴去吃掉你的购买力。第二是等等党背后的心理机制。第三是等待要付出的是机会成本。结论就是买房这件事情从来就没有完美的啦所有人买房都是买一个叫不满意可接受，就是这样啦。即使房型朝向什么他都很满意，他价格他也不满意，你知道，大家都是不满意可接受的啦。那你就看你10年后会怎么样，10年后房价会不会更高？我说真的我不知道可是我可以跟你确定10年后通膨一定会通膨的比现在的物价还要更夸张，就这样了。最后我想问你，你听过最夸张的等等党等多久？ A 等20年， B 超过30年， C 不知道他现在还在等。在讲八卦之前来点干货。很多朋友会问我说，阿元你房地产做这么久有没有口袋名单啊？这不就来了吗？扫一下这个 QR code， 我有的牌都在这里了。进去先点影片看我介绍，让你心里有个底然后就可以直接加他们的 LINE 了。买卖房子，台北找销店，高雄找林店，美术之星，这2位都是我的大前辈，我有问题也是直接问他们，你就直接敲就对了。如果你双北要装潢汉一室内装修嘛，很多观众朋友合作以后都觉得很满意。那如果遇到了法律上的问题，有顶尖律师可以帮助你。好啦，我有的资源都给你了，你有需要你就大方用，不用客气。最后我要请你支持我，加入我的频道会员，每个月250块钱，直接抄我做好的重大建设功课。高雄自产老会员都跟超过1年了，没料的话大家早就跑了。最后也不要忘了帮我按下订阅按钮。YouTube 的后台跟我说有 74% 的观众还没订阅，这样都能超过5万人支持。如果你还没订阅，麻烦先按一下买房阿元 logo 旁边那个可爱的按钮，对，点下去就对了。这样我离10万订阅又更近一点，拍片的动力也会暴增。按好了吗？感谢你这么挺我，祝你老了有房又有钱。讲八卦讲八卦，这个可以结合一个新闻来看。最近出现了一个社会住宅的新闻就是有一个人瑞老人啊，101岁的社会住宅合约到期然后现在被赶出去。我靠，我跟你说政府就是怕被骂，你知道，你现在要赶一个人类去流落街头，你准备被骂死吧？可是你不赶他合约就到期，难道给他住免费的？101岁，那我们换个角度看你都是个人类，你怎么没有自己的房子可以终老，然后要去住一个社会住宅？我请问你，这个假设就真的被赶出去，市面上哪一个房东敢租给这个人类？101岁101岁，我先说我不敢，我跟你笑，我跟你骂，我跟你酸，我都没差，我就真的不敢嘛。不然你敢你那么圣母，来那个101岁，我现在帮你联系看看去住你家房子，你看你敢不敢？对呀，所以说我们老了要为自己的老年负责啦。你以为政府会帮你负责他就跟你说你人类你社会住宅住的期限到了，他也一样要把你赶出去呢，就是这样啊。那现在一定是因为社会舆论现在全台湾都在看这位人类未来会何去何从，所以他必须处理给大家看，以受公平。我跟你说，政府就是怕被骂，你知道当然用那个骂不痛的政府了。可是以后出现了每个月会多出个100-200位的人类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变成一个大众的面向。你觉得还会有这个新闻画面大家帮你盯吗？怎么可能？所以说晚年这件事情真的是自己准备起来。你看我讲的多保守，我一直说房地产，我都不是说要赚多少钱，要按多多按多，就真的不是，而是老了有房也有钱，这样你的老年你才会安定了，你才不会老无所依啊，真的是这样。那我再分享一个自己同学的故事就是说你的年薪是存不下来的，你知道，你拿一个年薪是一回事，那你的存款是另一回事。我这个同学他在反正就是一个钟表的啦名表的进出口的贸易的公司上班，反正我是吃饭，然后他就很语重心长在讲这个东西因为他有看到我影片。总之就是说反正他2016就早早就买房了，就给他买，就这样。然后资产就开始迎来增值，然后其实他也没在看房地产，反正他就是过他的日子，上他的班，把他的妹，大概就是这样。好，结果我最近去看了一下房价，社区实价登录那它相当于什么？
他是没有要卖哦，因为他自己也住在里面。他说哇靠，那我现在把它卖掉哦，我现金会多550万呢、哦，550万呢、啊，他的年薪哦大概80到120不一定，就是看那个景气好不好，80到120。他说这个是我80万年薪我不敢想的事情呢、虽然他没有真真切切的550万趴在他的银行存簿上，可是他就是有这个资产啊，他卖掉就有啊他在感慨什么呢？他在感慨说，我年薪80万哦，可是1年下来我不可能存80万啊，不免吃钱哦，然后吃喝玩乐，然后还房贷，他就用掉了，就用光光了，几乎是月光族。然后说身上还有一些，反正还有信贷就对了。可是现在他也完全不怕，因为他知道他有这个房子哦。然后他就说好险好险，他当初有买房，不然他没办法有这些钱。他年薪才80到120，他是要何年何月才会有个存款哦550万。他如果没这间房子的话，他自己都说哦不可能存不到哦。当初没买房的话，只会一直租房子。他就说他的同事到现在还在租房子啊，如今会是什么？什么都没有，没有房子哦，没有存款哦，还在缴涨价后的房租哦，然后看看能不能用租屋补助。所以他很感激说房地产带给他的这些安全感，就是安全感啊，我说你有要卖？他说没有啊，卖什么卖？只是说我继续放下去，好像他还会继续增值的。我说会啊，就是这样啊。你那中山区的房子，你看人家这个房子增值了以后啊，他也没炒作，他也没干嘛，他就是继续过他的日子，然后他的身价就可以超越他年薪存款的高，你知道？所以说人的好呀，就不是说你有一份多好多秋多顶的工作，而是你有没有那个资产，然后你的资产有没有在随着这个通膨或是随着时代的红利来去做增值。打工有无出头日就是这样。你看我跟你说我拍影片嘛我一直在讲的事情就是要老了有房也有钱，你以为那个是押韵而已其实我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真的没有要炒作没有说房子要赚多要赚少，就是你要老了有房也有钱，你才不会晚景凄凉嘛我跟你说通膨它也不是什么坏事情，通膨是一个正常的经济体里头注定会发生的事情真的是注定资产就会随着通膨一起起舞嘛，所以我还是建议以资产之王房地产这种东西，你能买你就买。为什么？因为政府放梯子给你你还不上，你至少首购都把它上一上吧。你说你现在要去买块农地那可能就没有什么农地新青安这种东西可是你要买个住宅，政府保你能买就买能上车就上车，真的不用去考虑赚多赚少，能上车还是要上车就不是在考虑我这间房子未来会赚多赚少，不用考虑这个而是你晚年的生活有财务上的依靠，你才不会落一个晚景凄凉老无所依悲惨的地狱。